因为历史上把我们就是这个失去了国籍，失去国籍我们就是成了中国人。完了回到日本，你调查清楚了，你是日本人，应该恢复你的国籍。亲生父母把我丢到这个中国以后，他们回没回来，死没死，这都不知道。现在就是说我回来寻亲的时候呢，就是到现在也没有人来认我是他的亲生子女。后来逐渐想，这肯定对呀，不对呀，这就是因为我这个他们家没有孩子，有姑娘，但是呢总想找一个找个儿子，这个机会就是说日本战败了。是他抱回来的呀，还是他领着我那个日本的父母到我养父母家来亲自送来的？这就不清楚了，因为但是你有自己的出生年月日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我估计呢，可能是这个我亲生父母见我养父母了，那咱们的孩子给人了，你得告诉人家出生年月日啊，所以我这个出生年月日呢，可能要那样的话，就是比较准了啊。有的呢，就是说那个中间人好几个孩子，他知道哪个反正给你一个啊，哎呀，可能是那样吧，就是44年就给你或者看那样像2岁就是2岁，1岁就1岁，所以我想他这个可能后来我通过我们邻居。有一次我下乡路过呢，我去，其实还了解一下自己的亲事，通过我那个外甥，他跟那片都熟，跟他们都熟，他就领去见了一个人，说了，他说小的时候好像是你那个日本父母抱着来了，完了你那个养父母还请他们吃一顿饭，做的什么吃了一顿饭。他们那时候那算是饿的都不行了，那也没人给他们正经的这个收容，都饱一顿饥一顿的，所以这个有冻，天冷，都11、2月份都天冷，所以就不行。后来说吃一顿饭，那样我想呢，吃一顿饭的话，他肯定互相要。说你这孩子给你了，你要交流，委托你给养大，完了出生年月日啥的，可能我估计都告诉他了，也可能用个纸条写了告诉那这怎么咱就不知道了，详细别人也没看着，大概估计就是那么意思，到你们家去吃顿饭。那咱们现在想吃顿饭还不把孩子的情况告诉，出生年月日不告诉你。就是告诉，但是为了他不要什么呢？这个名字、地址，就是在日本的住什么地方，这个地址不告诉，就告诉了，他也都给你撕巴了，或者丢了，就不要了。因为啥？他不想让你别人知道，也不想让我自己知道，你还回去还找日本去，是不是？我估计是这样。明白。所以他最后他。咽气儿了，他都没有说出我的情况，这就可以证明他不想让我知道，就是让我就是说啊，你就是这老王家的人，你就是这你的祖辈儿就是这家，所以就是我估计是这样。最后我姐姐他们去世了，他也没有告诉这些事儿。对呀，他年龄和您差这么大，他应该知道。他都知道啊，都情况，但是他也没有说。没说。也就是意思，你就以后就是老王家的人了啊！你是怎么样，反正你就记住你的这个父亲是什么名字，母亲什么名字。您说一下您这个过程读书的经历。读书这情况，就是现在8岁上学，完了8岁这年我的养父去世，就是8岁他就去世了。去世，我养母呢，为了生活，你说我那个杨姐已经结婚了，
出去了，所以这个养母怎么样维持这个家的生活，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还涉及到我的问题。对，所以他得领着我怎么办？后来说，那时候跑腿儿有的是，说找一个跑腿儿吧，找一个就是一块儿过呗，搭伙就那么意思。这样我对养母呢就找了一个姓马的马永和，他家呢在大石头镇的农村的三道梁子村，在那儿住。等于改嫁了，改嫁了，就是又改嫁了。他不改嫁，你说自己他没法面对生活，没有那个什么生活来源啊。你靠我姐，她都结婚了，人家那边也不能有那么多的这个可以资助你，所以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再找人吧，找人完了这家来就是有男的了，这不就是种地生活就有起码有吃的这么个情况。完了就上三道梁子去了，这是离8里地，我们家搬到那儿去了。搬到完了我就和我这个这是后爹呗，就是我妈我们3个人生活种地，纯属这是一个老农民种地。这不8岁上学了这还得上那儿没有学校，所以得走8里地到大头镇小学校来念书，就是这样就是。但是有的时候下雨天了，那是走不了了，就是不能去了。或者下雨了回不去了，有的时候还那个河挺干啥，冬天还行你好走，夏天一涨大水那全都是水，你过不去，连桥都没有。所以有的时候正好这样的时候，那就我养母他们说，那你就跟你姐姐家住呗。我姐姐也对我也挺好的，也就是当自己的亲弟弟一样，那就搁他家住完了就是上学就搁他家上学，那就近了，习惯了还喜欢在这儿，这多好啊，方便点近。但是你到时候呢还是得回家，那边是自己家，再有那边呢有的时候假期了放假了还得啥的，星期天了休息了，还农村嘛，还得养着牛，还得放牛。放牛这就是我的事儿了。我8岁9岁那不是得干活啊，那不能搁家里这大人还干别的活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跟这些个放牛娃那些他们也念书，跟我是一样。他们有的放的多，有的干啥，我们家就是一头牛，跟着一块儿就是上那个草甸子去放牛，有的走挺远，还有时候就是这个搁农村，完了农村干活8、9岁，反正是9岁、8岁这样的时候干啥呀？完了有时候农村那个哈地嘛，牛哈地。犁子耕地啊，就是那个，反正是种地的时候得打垄，等到产地的时候你得培土啊，那就是哈地。那就是去大人干活也是一头牛摆弄不了，得需要有一个人领着牛顺着道走，这样才能就是还快还这个顺利。所以就是小的时候没事就是大人就是跟大人一起就是干这去干活，也行，反正就是也挺觉得童年，反正跟着小孩玩，回家有饭吃，是不是？但是也都挺好的，没想到别的，反正就是都是父母都对我都跟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根本没想别的。后来读初中，读小学，这不8岁、9岁、10岁、11、12这样的时候，我这养母得这个胃癌，我现在想是胃癌，他吃不了东西，吃东西就吐，那证明已经胃就有瘤了。完了，当时那几年也困难，粮食不够吃，
有的时候那个捂苞米捂的，就是那苞米挺黑的那样的，都那样的也得吃啊。所以吃这些东西，那不就是容易得胃癌嘛？所以这变质的，所以那没办法，就是当粮食来吃。就我记忆里是这个，他就最后就是胃癌死了。他死了以后，我这养这个新的这个后爸，他就没底气了。这孩子不是我的，是你老王家的，那你老王家得收回去。就跟我姐姐，就我姐姐我姐夫领着我，完了到他那去，完了就是商量我的问题。但是他们那时候他也没说出来，说我是日本孩子啊。但是他们呢，就是认为估计，这是个捡来的日本孩子。这老头儿也寻思，我养大了以后人家走了，我都白养了。再一个，他能不能养我老？是不是？这他要是真能养他老，他也喝出来了，这没老伴儿了，但是也可以哈，有这么个孩子。但是我想他是不想要。再一个呢，我姐姐他们可能也有想法，都困难嘛。我们家那个牛是我们家的，是我们老王家的。我母亲养母呢，嫁过来的时候呢是带过来的，但是现在我养母死了，那这个牛怎么办？好像讨论过程中就是说，假如说你这个老头，你要是不管孩子收养我，那这个牛那就我听大概的意思啊，后来再琢磨啊，后来就是说这个就是归你了，但是还有其他的，原来我们那住的房子那些个东西啊，什么木头啊、材料啊啥的，都拉到这儿来了，这反过来，那农村的，那你那板子啊、什么棚子拆的那板子，那都有用处，所以他就，你要是不养，那就是意思我那个姐夫呢也答应，就是养我那就是牛，还有这些个所有拉来的这些东西材料啥的，都再拉走。但老头儿一考虑也是，没有把握，就是他那时候我就不知道是这么个事儿了。但是就是作为不是他亲子女，将来养不养他老，他也是没有把握的事儿。别人可能还有人这么说那么说的哈，所以他最后说是就算了。但是我跟那老头儿还挺好的。人家虽然说我姐姐他们把我就是说归他养起来，由我姐姐她抚养我继续上学，但是呢这老头儿我还舍不得，因为不管咋的，我母亲也在那里生活过，后来我还经常上他那去。上他去，还有那些小朋友一块玩放牛那种，有记忆啊，就是这些人都是跟我都挺好的，所以就是还放学了，就是放学了有时候就告诉我姐姐，我说又回三道梁去了，走回去了。完了，老头儿反正我回去了，他也就是也不说别的，是该吃饭该干啥就是干啥。就是那也蛮善良的一个人，都挺好的，对我都挺好的。但是就是有这么一层，到时候了，是不是能够解决他这个养老问题哈？别白养完了，最后自己也没有，还一个他也没有那么多能力，反正就是自己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就不错了。所以我也经常去完了，有的时候呢就不去了，有时候去，逐渐的也就疏远了。完了后来我姐他们在搬家，又搬到别的地方住，这是离得挺远了，是大石头和大桥还离着一个占地，上别的地方去住。完了这又去完了又回来，又回到大石头，这是就是念小学，
就是农村这几个小学就是转来转去。反正我姐姐和姐夫交学费什么玩意儿的，他们都没啥问题，都是供我念书，反正也不让我，就是搁家了闲着就干点啥活，不别的也就不是让我就是不念书了去干活去，那是没，那也小，他也就是很关照。这样完了到小学念完了，小学念完了怎么办？上中学吧，中学考中学，这样完了考中学，他也没说不让我念书，还是让我去念书。完了该给的路费给路费，给伙食费，这都上学。但是这年上初中的这第一年的年末，暑假回来了啊，寒假回家了，到家完了，我姐姐病就重了以后抢救不行，真的就我看了，就是肺结核这肺癌已经到癌症的变化，癌了，所以就治不了。当时也没钱治，农村也没钱，就是给你打个止疼针啊或者消炎针，就那么事儿。我就让我去找大夫去嘛，农村那么生产队也有大夫嘛，他来看看只能给打个消炎针，和最多我估计说是疼厉害就给打个止疼针，是不是就那样？最后就不行了，也就那样，就也没治疗，也没住院。那农村哪有钱住院？就搁家里就那么就死了。他死了，完了这不我把他又给送终了，那时候。你打铃铛幡还得有人打，那时候就我还是个弟弟，就是给他打铃铛幡送葬，这就完了。送完了就是上学的问题，去也不去。但是我姐夫他说了，你不能去，你去咱们没有钱供你念书，没有钱供你念书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，家里头还得需要。这个咱们得干活挣钱，养活这个。当然家里他有姐夫，他家俩孩子嘛，一个姑娘一个小子。完了他呢又没有女人自己领着，所以说不行，供不了了。这时候说供不了了，那没办法了，那我也没啥说的，事实情况就这样，说啥呀？大人说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吧，就是所以你回来跟我上农村上生产队干活吧，就是那么意思。那也挺伤心的吧？突然不去念书了。那时候啊，还是啊，你看人都死了，这事儿，那你说咋整？也就这样吧。别的家庭也就是这样吧，就是经济条件不行。完了，我就以前跟你说了，我们住着这个房也是租人家的房子，这一个3间房4家住，中间呢这是4个锅台，这是厨房，各有各的家这种厨房。完了里边呢里屋呢就是你自己家的住区，外屋呢就是锅碗瓢盆都在外边，就是那么个情况。这4家那3家都是说林业局的，林业局工人，有台大木头的，有的是制材厂的，他们在一块儿就是早晨做饭都做饭呢，都在厨房就议论这我这个事儿，这咋整啊？这么小啊，干啥呀？干不了活，应该继续念书去。他说念书这玩意儿咋念呢？没有人供。大家就说那七嘴八舌，有的人就明白，搁外边可能听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消息，说可以跟这个孤儿没有亲戚儿了，那父母都去世了，姐姐都去世了，没人供他念书，可以这个国家给助学金，国家供他念书。那时候就是还没有那一条的，要有那一条那就干啥了，就他们也不知道。后来我是知道了，还有一个那省里头还有个孤儿院呢，哪个省里头可能那大的省里头，县里头是没有，所以他们说的是县里没有，但是省里头我估计肯定有孤儿院，那就把他送孤儿院就完了呗，实际就那样，完了他们也不知道，
那不知道，完了我也是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所以他说就是说你到学校申请，就是助学金，所以这样就我姐夫也同意了，说你自己的路你自己怎么走你自己走吧，反正我是管不了。试一试。哎，你去能行那更好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用供你吃饭，不用供你念书了，自己管自己。自己管自己了。假如你实在不行，你再回来，跟我一块儿，就是咱们一起生活，就是还这么支撑这个家，干活生活。反正就那么情况，那我就给我路费，我就去了。到那以后，人家不给你饭吃啊，你没交学费，没交伙食费啊，就不能吃饭。后来班级同学和老师，同学可能也跟老师都是班长都反映了，我姐姐也去世了，就是没人，就是孤儿了。后来怎么办？